单身18年的女大学生，连手都没牵过，就成了4个同龄人的妈。更崩溃的是，还穿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败家寡妇，好吃懒做，赌博成瘾，把一家老小霍霍得乌烟瘴气，生不如死。田婆子，欠我的20两银子，今天还不上，你这水灵灵的闺女就跟我走，给我当第18房小妾。不要！院子里3个儿子反应各异，老大田大山死死低着头，像个木桩；老二田二和吓得直往媳妇柳氏身后躲；老三田向东站在最前，攥紧拳头，满脸通红，却不敢上前一步。放开他！哦，原来现代顶尖金融系女大学生田小柔竟意外穿越成了田家伯伯，而摆在眼前的便是这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哟，老婆妇醒了，正好，省得我再进去抬你。行啊，拿钱来。没钱，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哈哈，你的命可不值钱，你在我赌房输的20两，这可是白纸黑字写着的，半年就给你半年时间，还不上这20两。你女儿归我，你这3个废物儿子全都给我卖到南洋黑矿去做苦役，让你家死绝户。利滚利，年化利率超过1000%，这帮古代黑社会玩法还挺野。半年用不了，不过在你来给我家收尸之前，最好先去镇上打听打听。我田小柔最擅长的就是以牙还牙。呵呵，死到临头还嘴硬，好，我等着，我看你怎么个以牙还牙法。走！瞬间，院子里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只剩下田小梅低低的啜泣声。都杵着干嘛？等死吗？娘，要不就把我卖给镇上的王员外当妾吧。听说他家给的聘礼多，好歹能换笔钱救哥哥们。哼，卖我田家的人，什么时候轮到用卖来活命了？就在这时，他猛地眼神一厉，如鹰隼般锐利的目光突然死死盯向角落里正想偷偷挪动脚步的二儿媳柳氏。有的人不想着怎么一致对外，倒先琢磨着卷款跑路，往外搬东西了。娘，我没拿，我就是收拾东西。拿没拿，我说了算。不等柳氏反应，田小柔一把萝卜布包，动作干脆利落的当众扯开，半袋子粗粮混着几个黑乎乎的窝头撒了一地，这可是全家仅剩的口粮。娘，柳儿她只是想补贴娘家，不是要偷。闭嘴！补贴娘家可以，等我们家顿顿有肉吃的时候，你把整个田家搬过去都行。但现在这个家，连土匪来了都懒得看一眼，谁敢动1粒米，就是要我全家的命。娘，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就是一时糊涂啊。娘，你现在罚二嫂有什么用啊？你就让我去给王员外当妾吧，那可是咱们镇上最大的乡绅，总好过半年后被钱三爷抢走啊。这是我托人写的卖身契草稿，只要您按个手印。我田小柔的女儿绝不当妾，你这脑子里装的除了江湖还有什么？是觉得当小老婆很光荣吗？娘，想活命就都给我支棱起来。你今天一天不准吃饭，给我跪在院子里好好反省啊！想清楚这个家现在到底谁说了算。田小柔立威后，不再理会众人，开始像 CEO 巡视破产公司一样打量着这个家徒四壁的资产。他走到院子角落，那里有一个积满灰尘、布满蛛网的大水缸。顿时，一股刺鼻的霉味混合着腐烂的气息扑面而来。娘，你干嘛？这都是快烂掉的萝卜，早就该扔了，吃了要死人的。扔不，这是我们田家翻身的第1桶金。娘，你是不是烧坏脑子了？就这烂玩意儿能卖钱？别把人吃死了，咱们家还得赔条命。是啊，娘，这东西都出味了，扔了吧。废话真多，想不想活命？想不想顿顿吃肉？想不想把那钱三爷踩在脚下？半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赶紧的，都给我去干活。老大，把缸里所有萝卜都给我捞出来，用井水洗干净，坏的地方切掉，要快。哎，好。老二家的，别跪着了，想吃饭就起来干活，烧开水，把家里所有的盐都拿出来。知道了，娘。老三，别杵着跟个棒槌似的，去后山砍点干柴，今天的火要旺。哦，全家人虽然满腹狐疑，但在田小柔不容置疑的命令下，还是像上了发条的零件，开始高效的运转起来。最后，在田小柔的指挥下，他们将萝卜切成均匀的薄片，用盐水浸泡，再用2块大石板压在上面。
最后再加上灵魂酱汁，完工。娘，你确定这黑不溜秋的玩意儿能吃？看着跟猪食似的。猪食？那你先尝尝。你干嘛？猪食？那你先尝尝。你干嘛？好吃，娘，太好吃了。真的假的？我尝尝。天哪，这还是那个要烂掉的萝卜吗？比镇上卖的酱菜好吃100倍。好吃。问题不大，方案管够。娘，这宝贝，咱怎么卖啊？明天你去镇上摆摊。娘，我行吗？我以前只会跟人吵架啊。第二天，镇上集市人来人往。田老三田向东学着大人的样子，背着手，有模有样的守着一缸秘制脆萝卜。娘就是老实，这么好吃的东西还买2送1，那不成白送了？得玩点高级的。对，饥饿营销。小哥，这萝卜闻着挺香，咋卖的？独家秘方，30文1斤，而且每人限购半斤，不能让你们一次买完了。什么？一个破萝卜卖30文，比肉还贵，还限购？你这人会不会做生意？走了。台督猎魔粉谁卖啊？台督猎魔粉谁卖啊？而就在这时，一个尖酸刻薄的声音响了起来。隔壁村以嘴碎出名的张婆子扭着腰走了过来。哎呦喂，这不是田家那个赌鬼婆娘的儿子吗？怎么家里揭不开锅，开始卖烂萝卜了，还当个保释的供着？我跟你们说，他家这萝卜都是缸里快放烂的，谁买谁傻，吃了闹肚子可没地方说理去。你个老钱婆，胡说八道什么？我家的萝卜是最好吃的。我胡说？你家什么德行？全镇谁不知道？还最好吃的？我呸！两人当街吵了起来，引得众人围观嘲笑，场面一片混乱。大家别急，今天我们田家秘制脆萝卜开张大吉，不为赚钱，只为交个朋友。来，人人有份，免费试吃，好吃您再买，不好吃您骂我，分文不取。哇，好吃，这味道绝了！天哪，酸甜香辣，太开胃了！小哥，给我来2斤。我要3斤，这味道下酒下饭都行啊。乡亲们抬爱，今天开业大酬宾，买2斤送1斤，现买现送，送完为止。今天开业大酬宾，买2斤送1斤，现买现送，送完为止。这就是现代营销的降维打击，免费试吃打破信任壁垒，买赠活动刺激消费欲望。而刚才最嚣张的张婆子被挤在人群外，闻着那诱人的香味，看着别人吃得津津有味，馋得直咽口水。她舔了舔嘴唇，也想挤上去尝一口。这位大娘，您怎么还在这儿啊？您刚才不是说谁买谁傻吗？我们这萝卜就叫傻子乐。您这么金贵的人，可千万别沾上了，免得拉低了您的档次。接下来的3天，田家脆萝卜火爆全镇，他们终于赚到了翻身的第1桶金。田老三也对母亲佩服得五体投地。可好景不长，第4天一早，危机便悄然来临。你就是那个田婆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抢我们赵家酱菜的生意，我看你是活腻了。我操！站住！怎么，老东西还想动手？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你们这帮泥腿子听好了，清溪镇的酱菜生意姓赵，以后再让我看到你们敢出来摆摊，见一次砸一次。下次断的可就不是这破摊子，是你们的腿，听懂了吗？说罢，他耀武扬威的一挥手，带着手下在围观群众的窃窃私语和畏惧的目光中，大摇大摆的走了。娘，就这么让他们走？我们的生意，我们的钱，怎么不让他们走？你想怎么样？我跟他们拼了！拼？你一个人打得过他们5个壮汉吗？再说了，打赢吃牢饭，打输吃席，你选哪样？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锤子，重重砸在田老三心上，让他瞬间冷静下来，满腔的怒火化为无力和后怕。一时的意气用事，只会让我们万劫不复。记住，拳头硬不代表脑子好使。他们今天砸了我的摊，明天我就要让他们连铺子都开不下去。得罪了赵家，这生意算是砸了。可惜了，这田家的酱萝卜确实是好吃。可惜了，这田家的酱萝卜确实是好吃。对不住了，各位乡亲，今天让大家受惊了。
我田家的萝卜味道如何，大家心里有数。赵家的手段脏不脏，大家也都看在眼里。我田小柔今天把话放这儿，他赵家能砸我的摊，但砸不了我的招牌。3天之内，我会让大家用更方便、更便宜的方式吃到我这口傻子乐。我田小柔说到做到。这一刻，田老三看着母亲，第一次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陌生和一种可以托付一切的信任。回到家，全家气氛一片死寂，如同乌云压顶，好不容易看到的希望，1天之内就被砸得粉碎。娘，这可怎么办啊？唯一的财路断了，离钱三爷给的期限又近了1天。赵家在镇上是地头蛇，我们斗不过他。谁说财路断了？啊？镇上不让卖，我们就不到镇上卖。不在镇上卖，那去哪儿？去村里卖。村里人哪有钱买这个？配送。嘿，送啥意思？这镇上进不去，那我们就搞精准投放，定向营销，从镇上的大户人家、酒楼、私塾突破。意思就是我们搞外卖。娘，外卖是啥新菜名吗？是不是要拿到外面去卖？那不还是摆摊吗？简单说，镇上的赵家不让我们卖，行，咱们就不在街上卖。那咱们直接把萝卜送到那些大户人家的府上去。你想想，那些员外、老爷的太太、姨太太们，他们懒得出门，又想吃点新鲜玩意儿，我们送货上门，他们高不高兴？这生意不就来了吗？哦，我懂了，就是跑腿，把东西直接卖给有钱人。bingo， 答对了。现在我来安排，老大，你和老二负责在家生产秘制脆萝卜，保证品质不能降。好。老三你腿脚最快，嘴皮子也利索，负责跑腿接单送货，专门跑邻村和邻镇的富裕人家。没问题，娘，看我的。柳氏，你手巧，负责打包，把我们的萝卜装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哎，我一定做好！哎，我一定做好！只是片刻，这个被命名为外卖的新奇模式，像一簇火苗，瞬间点燃了全家人的热情。不错，真不错！凭借绝佳的口味和送货上门的新鲜服务，田家的外卖生意竟然比之前摆摊时还要好。而田小柔跟着儿子去邻镇送货，为了抄近路，2人便来到一条荒芜的山路上。娘，这路真难走，都是些没用的野草藤子，老绊脚。田小柔本来没在意，听儿子这么一说，下意识地低头看去，便看到漫山遍野都长着一种藤蔓植物，根茎粗壮。他猛地停下脚步，蹲下身，扒开泥土，扯出一截根茎。这不是葛根吗？在现代，这可是能做成葛根粉、葛根面，比红薯精贵10倍的宝贝。他们竟然当它是野草。赵家酱菜格局小了。老大，这是你的；老二，这是你的；老三，这是你的。娘，我也有。从今天起，只要在这个家干活，就有工钱拿，多劳多得。咱们家不养闲人，也绝不亏待任何一个干活的人。我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田氏集团正式成立。田氏集团。老大，生产总监，负责品控；老二，财务总监，以后家里的钱你来管；老三，销售总监，负责开拓市场；你后勤主管，你总经办助理，负责打杂。看着手里沉甸甸的属于自己的铜钱，听着这些听不懂但感觉无比高大上的称呼，所有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个贫困潦倒的家，在这一刻第一次有了企业的雏形和蓬勃的向心力。娘，我们一定好好干。娘，这么晚不睡，你拿着这破草根干嘛？还能吃不成？这不是草根，这是我们田家未来的王牌，也是送赵家上路的催命符。娘，你这招外卖真是绝了！赵家那帮孙子肯定想不到，咱们不摆摊，生意反而更好了。是啊，这几天赚的钱都快赶上以前1年的收成了。而此时的田小柔却没跟着乐，她靠在门框上，目光深邃地望向村后连绵的大山。腌菜只是开胃小菜，赚点零花钱，真正的大餐在那儿。
大山，哎，娘，我在。后山是不是有很多蘑菇、草药？有是有，可娘，那东西家家户户都采，不值钱，而且这天一潮，放2天就发霉了。镇上商贩都使劲压价，根本卖不上价钱。以前是以前，现在我们家有我。咱们今天就给这清溪镇上一堂科技与狠活的课。石灰铺在底下，铺匀了，那是天然干燥剂。木炭烧起来，保持恒温。记住我教你们的操作流程：采回来的蘑菇根部的泥土要刷干净，按大小分类，速度要快。嫂子，什么操作流程啊？不知道，娘让干啥就干啥吧，总没错。而这套在现代看似简陋的烘干流程，在这个时代却是足以颠覆整个山货行业的降维打击。郑老板，您再给加点，我这山货可是新采的。新采的都快长毛了，就这个价，爱卖不卖。老板，您看看我家的货，都一样，还能开出花来。这是……原来袋子里干蘑菇各个形态饱满，颜色鲜亮，干草药更是隔着袋子都香气扑鼻，没有一丝杂色和霉点。小兄弟，你这货太正了。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就没见过品相这么好的干货啊！我出比市价高20%的价钱，你有多少我要多少，全要了。瞬间，周围的农户全都投来震惊和羡慕的目光。而就在这时，一个穿着绸缎、看起来像个管家模样的人，快步来到商贩身边，凑到他耳边低语了几句，同时用眼神瞥了一眼田大山和他的货。这位小哥，对不住了，你这货我不能收了。为什么？你刚才还说全要的，价钱都说好了。小哥，别问了，算我求你，你们这生意被镇上王员外家的管家盯上了，你快走吧，再不走就惹祸上身了。虽然昨天山货买卖受阻，可第二天田大山仍然信心满满的用板车拉着2大筐顶级山货来到镇上。你看看，这可是我们清溪镇最好的山货。走，有什么好看的？你就是田家的？是我。你们要干什么？听说你们家的山货不错，我们员外府瞧得上，是你们祖上积德，是你们的福气。这些货我全要了，3成市价。什么3成？王管家，这连本都回不来啊！我们一家老小起早贪黑。放肆！给你脸了是吧？一个泥腿子也敢跟我讨价还价，你算个什么东西？我今天就把话给你说明白了，这货你要么3成卖给我，要么你就等着他们烂在这里。我保证从今往后这清溪镇没人敢再收你田家的任何东西，你自己选。此时周围几个同样挑着担子被欺压过的农户全都敢怒不敢言，低下了头快步离开。老实巴交的田大山哪里见过这种阵仗，被吓得浑身哆嗦，脸色惨白。3成，你当我是要饭的？我田家的东西就是拿去喂狗，也不会卖给你这种仗势欺人的恶奴。好一个牙尖嘴利的老钱婆，有种！过奖，不像某些人只会仗着主子的事，对着平头百姓耀武扬威。怎么离了你家员外，你连路都不会走了？你找死！给我打！打啊！让全镇的人都看看王员外家的狗是怎么当街行凶、强买强卖的。正好我也想去县太爷那儿问问，这大州的律法是不是在清溪镇说了不算？好，你有种！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了，我看看谁敢买你的东西。都给我听好了，今天谁敢跟这田家做1文钱的生意，就是跟我家王员外作对，后果你们自己掂量。王管家说完，所有的商贩都吓得连连后退，生怕沾上关系。看着陷入孤立的田小柔母子，王管家更是得意的冷笑起来。各位乡亲、街坊邻里，他今天能用3成的价钱买我的货，明天就能用1成的价钱买你们的粮，后天就能白拿你们的鸡，难道我们就只能跪着任人宰割吗？几句话说到了所有被欺压百姓的心坎里，众人眼中燃起了不甘的火苗。你们想不想把被压下去的价钱重新抬回去？想不想让他反过来求着我们卖东西给他？话是这么说，可那是王员外啊，咱们得罪得起吗？是啊，胳膊拧不过大腿。胳膊拧不过大腿，
那1万只蚂蚁能不能咬死一头大象？听着，我们单打独斗就是一盘散沙，他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但我们要是抱成一团呢？我们就是清溪镇唯一的山货供货商，我们不卖他，王员外府的餐桌上就得断了顿。他要么就去临县高价收货，要么就得乖乖回来求我们。你们敢？你们这帮穷鬼，反了天了！想想你们辛辛苦苦采来的山货，凭什么要被他3成、2成的收走？想想你们的血汗钱，凭什么要进他的腰包？今天我们就要拿回属于我们自己的钱，拿回我们自己的尊严。在田小柔描绘的利润蓝图和尊严的双重感召下，一个年轻的农户第一个站了出来。田大娘说的对，他娘的，老子不伺候了，我跟你干！算我一个，大不了不卖了，也不能这么被人欺负。我们都跟田大娘干。好，从今天起，我们成立清溪山货合作社，我田小柔就是你们的总代表，所有人的货统一由我来谈价，他想收货就得按我们的规矩来。好，你们给我等着！王管家在集市上转了一圈，发现竟连一斤山货都收不到，所有农户都把货物收了起来，像鬼瘟神似的堵着他。他气急败坏地找到田小柔：“姓田的，你到底想怎么样？”“不想怎么样啊，王管家，这么大太阳跑来跑去的，不热吗？坐下喝杯茶。”“别给我来这套，说吧，什么条件才能卖？员外府的收购任务有期限，耽误了你担待不起。”“想收货，可以。”“说。”“第一，价格我们说了算，不仅要按市价，还得比市价高1成，作为我们的精神损失费。”“你做梦！”“第二，我们合作社所有人的货，你必须全部打包收走，好的坏的概不挑拣。”“你这是敲诈！”“爱买不买，反正我们不着急，这批货卖不掉，我们还有下一批。就是不知道，王管家你的差事要是办砸了，王员外会不会扒了你的皮？”“王管家被戳中了要害，若是让王员外知道他完不成任务，他的下场绝对比丢脸更惨。”“我签。”当王管家屈辱地签下契约，并按市场价付清所有货款后，在场的农户们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他们拿着沉甸甸的钱袋，看着田小柔的眼神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敬佩和感激。“老爷，那田婆子简直是妖孽，她煽动所有泥腿子跟您作对，这是要造反啊！”“小舅子，看来你那笔50两的烂账是踢到铁板了啊！”“哼，姐夫，一个快死的蚂蚱，碰他2下而已，他不是能赚钱吗？很好，我让他赚，我倒要看看，是他赚钱的速度快，还是我这利滚利长得快。”今天田家小院里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喜悦，田小柔正把一袋袋铜钱发给合作社的农户们，田家众人也在旁边帮忙，脸上挂着自豪的笑容。“娘，您是没看见那王管家签契约的时候，脸都绿了，太过瘾了。咱们家现在也是有头有脸的人了。”“都是娘领导有方。”哟，挺热闹啊！田婆子，几日不见，长本事了啊！都敢欺负到我姐夫头上了。姐夫，钱三爷，王管家，你们这是唱的哪一出？强闯民宅，还回我院门，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王法，在这清溪镇，我就是王法。我这个人呢，最喜欢讲规矩，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对于不守规矩，总想耍小聪明的人嘛，我就得教他学学规矩。原本给你半年时间，是看你一把年纪，拖家带口，可怜你。现在看来，你很有活力嘛，都能带人造反了。听好了，从今天起，还款期限缩短到3个月。听好了，从今天起，还款期限缩短到3个月。3个月？你怎么不干脆去抢？抢？我这不是就在抢吗？你咬我啊！3个月后20两银子，外加这期间所有的利息，少一个子，我不仅要你那个水灵灵的女儿，还要把你这几个有本事的儿子全都打断腿，卖到南阳的黑矿上去挖一辈子矿。这番话如同一盆腊月的冰水，从头到脚浇灭了田家所有人刚刚燃起的希望和热情。3个月时间直接腰斩，还有那恐怖的利息，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哈哈，田婆子，好好享受你最后3个月的好日子吧。3个月20多两银子，这怎么可能啊？我们死定了，我们全家都死定了。靠腌菜和山货确实不够，可是如果我启动第3套方案，做一个能让我们日进斗金，把钱三爷彻底踩在脚下的东西呢？靠腌菜和山货确实不够，可是如果我启动第3套方案，
做一个能让我们日进斗金，把钱三爷彻底踩在脚下的东西呢？娘，啥东西啊？粉丝，就是用红薯做出来的一种食物，它晶莹剔透，像丝线一样，口感爽滑 Q 弹，比面条好吃100倍。最关键的是，它能当饭吃，也能当菜炒。一旦做出来，绝对是达官贵人们抢着要的稀罕物。哦，娘，这东西真有这么神？能赚多少钱啊？利润至少是腌菜和山货的10倍。10倍！全家人都倒吸一口凉气，眼中瞬间被巨大的希望所点燃。娘，您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对，3个月，咱们拼了！好，从明天起，大山老二，你们负责改造后院，搭架子挖沉淀池。老三，你最机灵，带着家里所有的钱，去镇上把能买到的红薯全都给我买回来。我们要跟钱三爷抢时间。好。员外，三爷都打听清楚了，那田家婆子最近神神叨叨的，说什么要做一种叫粉丝的东西，还扬言利润是腌菜的10倍。这不，今天一大早就派他三儿子田向东带着钱来镇上大肆收购红薯啊。粉丝，哼，想靠红薯翻身，这老钱婆倒是有点小聪明。小舅子，你那个主意不错。既然他要靠红薯翻身，哼，那我们就让他连一根红薯须子都摸不着。这就叫釜底抽薪。姐夫果然是高。第二天一早，田老三带着全家的希望，兴冲冲地拉着板车来到集市。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往日里堆满红薯的摊位，今天要么空空如也，要么摊主对他连连摆手。李大叔，怎么回事啊？今天怎么不卖红薯了？啊！向东啊，你快别问了，赶紧回家去吧。为什么？我带着钱来的，有多少要多少。哎呀，王员外府上今天一大早就放话了，谁要是敢卖一根红薯给你们田家，当场就砸摊子，以后也别想在清溪镇做生意了。你看看，镇上所有的红薯全都被他派人高价包圆了。听到这个消息，田老三如遭雷击，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无奈之下，他又跑了一圈市场，最终还是两手空空的回了家。娘，这可怎么办？路都被他们堵死了。这一次，连田小柔都沉默，他一言不发，独自走到院角，看着那堆快要见底的柴火，背影显得有些萧瑟。绝望的气氛像一张大网，笼罩着整个田家。没有红薯，没有红薯，我们拿什么做？拿什么跟他们斗啊？然而，就在全家人都以为最后的希望也已破灭时，田小柔猛地转过身来，她的眼中没有一丝绝望，反而闪烁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光芒。因为她想起了之前在后山看到的那漫山遍野、无人问津的葛根。谁说做粉丝一定要用红薯？整个田家小院被死寂笼罩。田小柔那句“谁说做粉丝一定要用红薯”石破天惊，但家人们只是茫然地看着她，眼神里充满了不解。娘，您在说什么胡话啊？不用红薯，那还能用什么？对啊，娘，咱们这穷乡僻壤的，除了红薯，哪还有能出粉的东西？谁说没有？咱们后山上遍地都是。咱们这穷乡僻壤的，除了红薯，哪还有能出粉的东西？谁说没有？咱们后山上遍地都是。在全家人惊疑不定的目光中，田小柔说出一个沉重的答案：这不是后山呢没人要的野草根吗？叫什么葛根？娘，这东西又苦又硬，连猪都不吃。您弄它回来干嘛？是啊，娘，这东西能吃吗？别再吃出问题来了。没用，猪不吃。今天就让你们长长眼。你们只知道红薯能出粉，却不知道你们眼前这个瞧不上的东西，才是真正的粉中之王。粉王？就这破草根？没错，我告诉你们，这葛根出的粉比红薯粉更透亮、更 Q 弹、更筋道，是上品中的上品，价格能比红薯粉丝卖得更高。说完，看着家人将信将疑的表情，田小柔知道必须拿出真东西。站着别动，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
等待了片刻，奇迹发生了，盆底赫然沉淀着一层厚厚的雪白细腻的糊状物。天哪，这是？这就是葛根淀粉，是比白面还要金贵的东西。娘，您简直是神了！田小柔看着家人们震惊又崇拜的脸，心中豪气顿生。她拍了拍手上的淀粉，说出了那句标志性的沙雕口头禅：问题不大，方案管够。他们以为断了我的红薯路，我偏要走出一条他们想都想不到的金光大道来，想看着我们全家饿死，逼着我们卖儿卖女，没门！希望之火再一次在每个田家人的心中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熊熊燃起。听好了，从现在开始，所有人带上所有能用的锄头、麻袋，跟我上后山。天亮之前，我要这座山上的葛根全姓田。说干就干，当晚后山上，田家三兄弟借着月光，汗流浃背地挖着葛根，身上的衣服早已被泥土和汗水浸透。而田家小院里，柳氏和田小梅则在田小柔的指导下，负责清洗、过滤、沉淀。每个人都像上了发条的机器，有条不紊，配合默契。老大，挖回来的葛根别堆着，立刻清洗。老二，捶打的力道要均匀，把浆都给我砸出来。老三，你腿快，负责两头跑，传递消息。哎，柳氏、小梅，过滤的麻布要洗干净，不能有一点杂质，这关系到我们粉丝的品相。知道了，娘。然而，研发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经过一夜的奋战，第一批粉丝终于被挤压成型。但当田小柔将他们放入沸水中时，问题出现了。粉丝要么变僵硬，要么就是一碰就断，根本不成型。娘，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跟豆腐渣一样？忙活了一晚上，难道白干了？葛根的胶质太重，淀粉分子结构和红薯不一样，必须找到一种东西来中和它。娘，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藏着掖着？我以前在娘家做凉粉的时候，如果凉粉不成型，我娘就会往里面加一点点烧完的草木灰过滤出来的水。她说那水能让凉粉变得更筋道。草木灰水，那不就是最原始的天然碱水吗？对啊，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柳氏，你简直是我的福星，快按你说的办。柳氏受宠若惊，立刻行动起来。她熟练地取来草木灰，用热水过滤，将清澈的碱水小心翼翼地推入新的淀粉浆中，双手凭着感觉仔细地揉捏搅拌。这一次，当粉丝再次被放入沸水中时，奇迹发生了。娘，你们快看！只见那粉丝在沸水中一烫，立刻变得晶莹剔透，根根分明，如同水晶一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柳氏，你可立了大功了。我就是瞎猜的，娘。什么瞎猜的？这是天赋！我宣布，从今天起，你柳氏就是我们田家粉丝厂的首席技术官，以后所有产品的口感调试都归你管。首席技术官虽然听不懂，但他能感觉到那份沉甸甸的认可和尊重。他看着家人赞许的目光，第一次在这个家里找到了自己不可或缺的价值。娘，这宝贝咱们怎么卖？还像上次一样搞外卖配送吗？不，外卖格局太小了。这次我们要玩一把大的，我要让全清溪镇的人都哭着喊着抢着来买我们的粉丝。走，跟我去盘活一家快要倒闭的酒楼。别看了，不招待客人，要关门了。李老板，想不想让你的酒楼起死回生？姑娘，你就别拿我这块死的人开玩笑了。我这店风水不好，位置也偏，就是神仙来了也救不活了。老三，去后厨借老板的锅灶一用。哎，你们要干什么？给你看一样能让你东山再起的东西。不多时，后厨传来滋啦一声，一股浓烈霸道的酸辣香气瞬间钻满了整个大堂。爽！这，李老板尝尝。哦，这是什么神仙吃食？比最贵的鱼翅还好吃。这只是产品，我还有一套能让你日进斗金的方案。姑娘请讲。我管这个叫葛根粉丝涮锅。食客来了，咱们不卖炒菜，只卖这个。只卖这个？那怎么卖？第一，锅底免费，我这款秘制酸辣锅底白送。白送？那我们赚什么？第二，按份计价。
粉丝按份卖，想吃多少点多少。我再教你做一些素菜丸子，同样按份卖，薄利多销，翻台率才是王道。翻台率。第三，外卖配送，店里做不下或者懒得出门的，咱们给他送到家。这套玩法我熟。李老板听得目瞪口呆，这些闻所未闻的词汇和模式，仿佛给他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姑娘，你这法子听着是神乎其神，可万一没人来呢？我这店已经赔不起了啊！就赌3天。万一没人来呢？我这店已经赔不起了啊！就赌3天。赌3天。从明天开业起，连续3天，所有的葛根粉丝我免费提供。如果3天后生意不好，你这店里有任何损失，我田家双倍赔给你。可如果这店火了，你悦来酒楼从今往后所有的粉丝都必须，也只能从我田家进货，价钱我说了算。这番豪气干云、稳赚不赔的保证，如同一把烈火，彻底点燃了李老板心中早已熄灭的赌性。干了！我李某人就陪姑娘你豪赌这一把。一条巨大的红色横幅挂在了悦来酒楼门口。然而，一个上午过去了，除了几个好奇张望的路人，店里冷冷清清，只坐着一个客人。田大娘，您这招是不是不行啊？这都快晌午了，一个人都没有，免费的都没人吃，这可怎么办啊？李老板，别急，我请的贵客马上就该到了。田大娘，您说的贵客呢？再不来，我这心都要跳出来了。这不来了。只见街角浩浩荡荡走来几个中年妇人，为首的正是镇上有名的大喇叭张大妈和包打听王婶。他们是田小柔昨天特意派田老三花了几十文钱请来的。哟，李老板，听说你这儿有神仙吃食，还免费，真的假的呀？这就是您请的？张大妈、王婶儿，几位姐姐，快里面请。今天我做东，保证让你们吃到扶着墙出去。不多时，滚烫的酸辣涮锅端上桌，晶莹的葛根粉丝一盘盘送上。几个妇人起初还半信半疑，当第一口粉丝入口后，所有人都安静了。哎呀，我的妈呀，这是什么东西？太好吃了，又酸又辣又开胃，这粉丝滑溜溜的，比我吃过的所有面都带劲。关键是自己动手涮着吃，热热闹闹的，真好玩。半个时辰后，几个妇人挺着肚子，心满意足地走出酒楼，然后一场席卷全镇的口碑风暴开始了。你们是不知道啊，悦来酒楼那粉丝神仙才能做出来。什么？你还没去吃？哎呀，你亏大了，免费的啊！紧接着，悦来酒楼的神仙涮锅在镇上的各个角落都传开了。从下午开始，悦来酒楼的门槛几乎被踏破。李老板和田老三忙得脚不沾地，脸上的惊愕和狂喜根本掩饰不住。老板，再来3份粉丝。太爽了！再给我来一份外卖，我带回去给我婆娘尝尝。3天免费期一过，酒楼生意非但没降，反而更加火爆。田家后院晾晒粉丝的竹竿一天比一天多，如同银色的森林。负责管账的田老二数着堆成小山的铜钱，他脸上露出了扬眉吐气的发自内心的笑容。三爷，员外，悦来酒楼已经彻底火了，他们那个葛根粉丝全镇都在抢，田家的钱都快装不下了。岂有此理！我们买断了全镇的红薯，她一个乡下婆子，她怎么还能翻天？好一个田小柔，有点意思。翻天！我今天就让他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院子里灯火通明，田家众人围坐在一起，兴奋地点着今天赚来的铜钱。田小梅也拿着一小串属于自己的工钱，小脸上洋溢着从未有过的幸福和满足。娘，我今天也帮着串了好多丸子，这是我第一次靠自己赚到钱。好孩子，以后我们家小梅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娘，照这个速度，不出1个月，咱们就能把钱三爷的债全还清了。还清？不，我要让他连本带利把吃我们的都吐出来。就在全家沉浸在幸福和希望中时，院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混乱的脚步声和女人路过的尖叫声。你们是什么人？啊！救命！放下我女儿！田老太婆，钱三爷有令，你们不是能赚钱吗？很好，欠的债利息先加1倍。这丫头，我们先带走抵几天利息，什么时候把钱还清了，什么时候再来领人。晚一天就在她脸上划一刀。你们敢？晚一天就在她脸上划一刀。你们敢？把我妹妹放下来！但对方毕竟是专业的打手，
身手利落。恶奴头领只是一脚就将田大山踹翻在地，另一个恶奴一棍子打在田老二背上，让他一个踉跄跪倒在地。当家的大哥、二哥，救我娘！放下我妹妹！只见田老三手持一根粗壮的木棍，双目赤红的堵在门口，而他的身后黑压压的站着10几个村民，为首的正是之前山货合作社的张大哥。钱三爷的狗敢到我们清溪村撒野，当我们是死人吗？田大娘带我们赚钱，谁敢动田家人，就是跟我们所有人过不去。反了你们，一群泥腿子，敢跟钱三爷作对！少废话，今天要么把我妹妹留下，要么把你们的命留下。兄弟们，给我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那几个平日里作威作福的恶奴，在团结起来的村民面前根本不堪一击，很快就被打得鼻青脸肿，抱头鼠窜。恶奴头领见势不妙，一把将田小梅推在地上，自己则带着人狼狈的逃走了。田小柔，你们等着，这事儿没完！那几个平日里作威作福的恶奴，在团结起来的村民面前根本不堪一击，很快就被打得鼻青脸肿，抱头鼠窜。恶奴头领见势不妙，一把将田小梅推在地上，自己则带着人狼狈的逃走了。田小柔，你们等着，这事儿没完！娘，我好怕，我好怕。没事了，小梅，没事了，娘在呢。此时田小柔的声音无比温柔，但她的眼神却越过女儿的头顶，望向钱三爷赌坊的方向。她知道一味的防守和发展已经没用了，想要保护家人，就必须主动出击，将敌人彻底碾碎。娘，夜深了，喝口水吧。您没事吧？钱三爷那个王八蛋，他不是喜欢玩高利贷，喜欢玩规则吗？那我就陪他玩一把大的。我不仅要让他把吃下去的都吐出来，我还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我不仅要让他把吃下去的都吐出来，我还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田小柔将写好的2份东西小心折好，一份是故意写错关键步骤，自己潦草的假秘方，另一份则是详细记录了钱三爷放高利贷、逼死人命等罪状的血泪账本。娘，您这是要咱们斗不过钱三爷的，他心狠手辣。以前斗不过，是因为我们是绵羊，但现在他动了我的底线，我就要让他知道，惹急了的羊是会变成狼的。从现在开始，你们什么都不要问，听我安排。田小柔和田老三正在院门口拉拉扯扯，故意提高了嗓门。镇上最爱传闲话的张婆子正好挎着篮子路过，立刻竖起了耳朵。老三啊，这事儿娘心里没底呀。临镇的陈大官人说要出500两银子买咱们的葛根粉丝秘方，你说这事儿靠谱吗？娘，500两，我的老天爷啊，那是什么概念？卖了，必须卖！有了这500两，咱们立刻就是清溪镇首富，还用看谁的脸色？可这是咱们家的命根子啊！命根子能有500两银子香吗？娘，您别犹豫了，就这么定了。躲在墙角的张婆子听到500两3个字，眼睛瞬间瞪得像铜铃。她哪里还顾得上买菜？篮子一扔，转身就朝着镇中心的方向一路小跑，准备去传播这个惊天大新闻。三爷，这事儿有点蹊跷啊！一个小小的粉丝秘方就值500两银子，田小柔是不是在故意放风声？怕不是有诈？诈个屁！她一个乡下老寡妇，懂什么价值？肯定是临镇的商人看出了门道。500两，这方子到了我们手里，能生出5000两、5万两。别可是了，与其让他卖给别人，不如我们直接抢过来。这方子必须是我们的。昨晚那群泥腿子敢跟我们动手，这口气我咽不下。传我的话，把所有能打的人都给老子叫上，今晚就动手。我不仅要方子，我还要灭他田家满门，给我那几个受伤的兄弟陪葬。夜幕降临，钱三爷带着几10个手持棍棒火把的打手，浩浩荡荡的朝着田家扑去。动作都利索点，男的打断腿，女的全都带走。今晚要让田家鸡犬不留。娘，他们真来了，人好多，咱们全家都撤出来了。万一他们找不到人，直接放火烧了屋子怎么办？别急，瓮已经摆好了，就等着憋钻进来了。他们现在找不到人，只会更着急的去找那个价值500两的秘方。真正的好戏在悦来酒楼那边，好戏要开场了。
三爷，没人。跑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给我搜，重点找那个价值500两的秘方。打手们立刻开始疯狂的翻箱倒柜，整个院子被砸得一片狼藉。很快，一个打手在一个上了锁的床头木盒里有发现。三爷，找到了，这里有个盒子。哈哈哈哈哈哈！田婆子，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这日进斗金的方子，现在是我的了。他笑着低头看去，脸上的笑容却瞬间凝固。只见那张纸上用炭笔龙飞凤舞的写着几个斗大的字。田小手，你找死！给我搜，给我挖地3尺的搜。今天找不到那贱人，我就把这村子给烧了。与此同时，清溪镇最火爆的悦来酒楼内，一位身穿便服、气度不凡的中年男人正在品尝着涮锅。他正是听闻此地有神仙美食，特意微服私访的知府大人。不错不错，这粉丝爽滑筋道，汤底酸辣开胃，果然名不虚传。就在这时，酒楼门口突然传来一阵骚动。田大娘，你这是？大人，草民田氏有天大的冤情要诉。你是何人？有何冤情？草民状告清溪镇恶霸钱三爷勾结乡绅王员外，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他们放高利贷，逼得我家破人亡。他们强抢民女，险些毁我女儿清白。他们草菅人命，手上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这本账上记录了他所有的罪证，而我们都是人证。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他身后的几个百姓全都哭喊起来。知府拼命。大人，我儿子就是被钱三爷逼债，活活打死的。大人，我就是被他强抢未遂，夫君为了保护我，被他打断了腿啊，请大人为我们做主啊！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在本官治下，竟有如此无法无天的恶徒！本官问你，这恶霸钱三爷现在在何处？回大人，他此刻正带着几10名打手在草民的家中行入室抢劫之举。好一个入室抢劫，好一个人赃并获！来人，所有衙役随本官前往田家村捉拿恶匪。本官今日要亲自执法。给我砸，全都给我砸了！找不到人，我就烧了这院子。官兵，钱三爷，你好大的威风啊！大人，误会，天大的误会啊！我是来找田婆子叙叙旧的。叙旧？你这些旧，本官都替你记着呢。放高利贷，逼死人命，强抢民女，入室抢劫。今天我也和你好好叙叙旧。还有你那个在家里做着发财梦的姐夫，一个都跑不了。来人，给我拿下！完了，全完了。同时，另一队衙役直扑王员外府，将还在梦乡的王员外从床上拖了出来。天刚蒙蒙亮，钱三爷和王员外被押解游街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清溪镇。完了，钱三爷真的完了！苍天有眼啊！我家的地终于能拿回来了。人们自发地涌上街头，将街道堵得水泄不通。他们看着往日里作威作福的恶霸，如今如同丧家之犬，纷纷拍手称快。让你欺负我们，娘，这就都结束了，我们以后再也不用怕了。结束了，但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1个月后的清溪村，曾经破败的田家茅草屋已变成一座宽敞气派的青砖大瓦房，院子里一片繁忙景象。都小心点，这批山货可是府城悦来酒楼总店定的头等品，不能有一点磕碰，价钱高着呢。三弟，你快看，咱们的外卖业务这个月又涨了2成，镇上大户人家都懒得开火，就等着咱们送饭呢。知道了知道了，催什么催？订单都排到下个月了，我这笔杆子都快写冒烟了。我觉得这次加点蜂蜜和桂花，味道更上一层楼了，甜而不腻，肯定能成爆款。二嫂说的是，这味道绝了。田小柔站在院子中央，看着眼前这一切，看着儿子们挺直的腰膀，儿媳们和睦的笑脸，女儿自信的神采，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快看，是官府的人。奉知府大人令，田家村田氏志绩无双，立泽乡里，带领村民开拓产业，实乃女中豪杰。特聘请田小柔女士为清溪村荣誉致富导师，指导全村百姓共同富裕。荣誉致富导师
村民们虽然听得半懂不懂，但知府大人聘请共同富裕这些词，他们听懂了。短暂的寂静后，整个田家院子和周围的村民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田大娘威武！田导师威武！田大娘威武！田导师威武！娘，要不是您，我们一家现在还不知在哪儿，给人当牛做马呢。我敬您。大哥说的对，娘，您就是咱们家的定海神针，以后您说东，我绝不往西。好，都别说那些客套话了，我只告诉你们一句，从现在开始，咱田家以后再也不用看人脸色了。不用看人脸色了。好了，庆祝到此为止，走，开会。啊？开会？对，研究下个季度的 KPI。娘，啥是 KPI？KPI 就是咱们下一个小目标，比如商货部利润要翻一番，餐饮部要在府城开出第1家分店，小梅搞纺织部要成立我们田家自己的高端品牌。在家人从疑惑到震惊，再到兴奋和崇拜的目光中，田小柔的声音充满了自信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